果然，如火力军推测的一样，俄罗斯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10月8日清晨，俄罗斯的超级工程，也就是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的唯一陆上通道克赤大桥被炸了。爆炸造成了3人死亡，公路桥一侧坍塌入海，铁路桥上油罐车上燃起的熊熊烈火，更是成为这一事件的某种象征。可能正如泽连斯基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的那样，战争在克里米亚开始，也应该在克里米亚结束。那么问题来了，克赤大桥究竟有多重要？要说其重要性，这就不得不提起与之相连的克赤海峡了。克赤海峡东端是塔曼半岛，西端是克里米亚半岛，同时还连接着黑海和亚速海。全长41公里，宽度在4到45公里之间，水深有5到15米。别的不说，单看这海峡的宽度和水深，我们就知道克赤大桥的建造难度还是蛮大的。可见其大桥本身就是一项规模庞大的工程。克赤大桥一端连接着塔曼半岛的克拉斯诺达尔，另一端是克里米亚的克赤，全长19公里，其中跨海部分就长达7.5公里。而且还是公路铁路两用，是目前欧洲最长的大桥。克赤大桥2015年5月开工，到了2018年5月通车，建设工期只有3年，项目总投资则达到2270亿卢布。老实说，这样的投资金额和建设速度对俄罗斯来说确实算得上超常发挥。而且被炸前的克赤大桥早已成为俄罗斯非法占领克里米亚的象征，因为这座大桥与普京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普京下令修建。当年的通车典礼，普京亲自驾驶一辆卡车从俄罗斯本土开抵克里米亚，当时很多俄罗斯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俄军很多的战争物资都是通过这座大桥源源不断运往俄军前线了。对乌克兰人民来讲，这是罪恶之桥，因此这座大桥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对俄乌双方都有着非常重要且对立的意义。俄方想要守护，乌方想要摧毁的意义。另外，如果从区域位置上分析，克赤大桥连接着克里米亚半岛，而克里米亚半岛虽面积只有27000平方公里，但形状却比较狭长，深入黑海数百公里，区位非常优越。而黑海又是当地大部分沿岸国家默认的唯一出海口。克里米亚的东侧还挨着的克赤海峡是亚速海出入黑海的要道，因此控制克里米亚半岛相当于控制了出海口，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最后我们再扩大一点范围，如果把眼光放到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那块区域，也就是高加索地区，这个区域城东起西，南下北上，是亚欧大陆的一个十字路口。而因克赤大桥连接在一起的克里米亚半岛、克赤海峡、塔曼半岛这一条线，不仅位于十字路口旁边，而且其本身也是一条重要的东西线路。因此，克赤大桥不仅是塔曼半岛以及东部区域通往克里米亚半岛最便捷的通道，还是亚欧大陆东西交往的一个重要节点。而这次的克赤大桥爆炸事件对其影响是巨大的，对普京个人而言是对其个人威望的一次严重打击。不仅是因为这桥与他息息相关，而且此次事件发生在普京70岁生日后的几个小时，过生日被打脸，普京的愤怒可想而知，其支持率肯定会大受影响。或许克赤大桥被炸对俄罗斯是个噩耗，但对乌克兰来说却是极大地鼓舞了乌军士兵们的士气。因为克赤大桥对乌克兰人民而言是俄罗斯非法侵占的象征。如今继莫斯科号被击沉之后，克赤大桥被炸坍塌，这两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最臭名昭著的两个权力象征已经沉没，试问俄军哪还有勇气作战？乌军离最终的胜利可能不远了。当然了，虽然这事儿基辅没有宣称对爆炸负责，但许多乌克兰官员都庆祝了这一事件。而且克赤大桥在发生爆炸之后，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第一时间就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信息说，这仅仅只是开始，但没有直接声称乌克兰对此负责，我们大家懂了就好。另外，这次大桥爆炸还严重影响了俄军的后勤补给。自2014年以来，克里米亚一直都是俄军重要的军事后勤中心。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举行全民公投，
超过90%投票者同意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乌克兰坚决不承认上述公投，反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并入俄罗斯。西方国家也因此对俄实施经济制裁。而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正是利用刻赤大桥，将军事装备、弹药和人员源源不断地从本土运往乌克兰南部的战场。所以刻赤大桥一直都是乌军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想摧毁的目标之一。比如今年8月份，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多个军事设施就曾接连发生爆炸，当时火力军就分析说，这是乌克兰对克里米亚下手的前兆。如今刻赤大桥被炸，也算证实了火力军的推测。当时波多利亚克在采访中就透露，刻赤大桥已被乌军视为攻击目标。他声称这座大桥是非法建筑，是向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供应物资的主要通道，这样的目标应该被销毁。就连五角大楼也曾公开表示，认为这座桥是乌克兰军队的一个可行目标。如今被炸塌，算是切断了俄军人员和物资的一条重要通道。至于具体怎么摧毁的，网络上各有各的说法。火力军总结了3个认同度最高的。第一个是最开始俄罗斯反恐部门说的卡车炸弹，卡车呼啸开上克里米亚大桥，然后突然爆炸，引爆了铁路桥上的油罐列车，3人死亡，大桥受损严重。但这样的卡车肯定也会有主使，乌克兰没有正式承认，但却强烈暗示了。第二个是乌军特种部队精心策划的一场军事行动，因为近几个月俄罗斯一直在加强刻赤大桥的防御力量，部署了众多防空系统和诱饵驳船，就是为了防止大桥受到袭击。再加上大家都觉得乌克兰缺乏远程打击克里米亚的武器，因此在爆炸发生后，有不少人觉得这很可能是乌军特种部队精心策划的一起自下而上的袭击行动，很可能是公路桥和火车甲板上的炸药同时被无线电指令引爆的结果。另外，也有可能是利用了轮船，因为据公开的一段监控视频记录，在爆炸的瞬间，疑似有一艘船驶离的画面，而这艘船在爆炸之前出现在了克里米亚大桥下方，只不过乌克兰对此尚未发表过声明。第3个接受比较广的说法是，乌军利用海马斯和特种作战在双重作用下才炸塌了刻赤大桥。但无论乌军用的哪种方式，最终结果无疑是成功的。俄军接下来至少1个月的日子可不好过了。另外，对于俄罗斯的谴责，火力军就想问一句：乌克兰拆除自家境内的非法建筑有错吗？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俄罗斯和普京的脸都已经被打，他们会善罢甘休吗？答案是不会。别忘了，就在7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放出狠话，如果他们敢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审判日将非常迅速且猛烈的到来。审判日是什么？在西方文化里，审判日就是末日审判，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天。狠话已经撂那儿了，如今刻赤大桥真的被袭击了，俄罗斯也如期的开始了猛烈的报复。10月10日的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针对基辅发动了惨无人道的袭击，导致8人死亡，24人受伤，具体情况伤亡人数仍在统计。在基辅10日受到导弹袭击后，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第一时间积极组织救援，目前已将基辅市地铁停运，所有车站向民众开放为避难所。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们的勇气永远不会被恐怖分子的导弹摧毁，即使他们击中了我们首都的心脏，我们也不会动摇我们盟友的决心。看样子，乌克兰早已想到了袭击刻赤大桥的后果，并做出了承担相应后果的准备。而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的介绍，10日早上的空袭，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75枚导弹和24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41枚被乌克兰防空系统拦截，其余来袭武器共袭击了乌克兰至少14处地区。多数袭击发生在基辅市中心，打死了至少6人，打伤12人。而经过乌军的综合分析推断出，在此次空袭行动中，俄军动用了海基口径巡航导弹、KH-101巡航导弹、KH-22型巡航导弹等武器。这些导弹都曾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广泛使用。像口径高精度海基巡航导弹，俄军就曾用它摧毁了乌克兰西北部日托米尔州的一处武器弹药库。口径巡航导弹其实是一种核常兼备的多用途巡航导弹，
全长约有8米，重约2吨，最高飞行速度能达到3马赫以上，具备强大的突防能力和高命中率，包括空射型、舰载型、岸基型、潜射型等不同型号，这也是俄军选用它空袭基辅的原因之一。目前，俄军装备口径巡航导弹的舰艇主要有22350型护卫舰、21631型豹图 M 级轻型护卫舰、亚森级多用途核潜艇，以及877型和636.3型常规潜艇。又如 KH-101 巡航导弹，俄罗斯从上世纪就开始研究了，只不过因为一些情况不得不终止，前些年才重新开始设计并制造。KH-101 巡航导弹具有新设计的外形和雷达吸波材料，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同样是一款核常兼备的导弹， KH-101 多次在实战中被俄罗斯空天军所使用。该型导弹可以由俄空天军的图160与图 95MS 战略轰炸机发射，发射平台相当多。俄罗斯先后2次用图95发射 KH-101 常规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 IS 目标。此次袭击基辅估计也有其身影。当然，火力军觉得像这样的打击规模，俄军是无法持续的，因为俄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发射远程导弹的数量越来越少，加上频繁动用反舰导弹攻击地面目标，我们就不难推出，这持续了8个月的战争已经导致俄军导弹的库存数量严重不足。而且泽连斯基8月22日就曾在讲话中提及，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各种远程导弹数量超过3500枚，已经接近俄军储存数量上限。这样的情况，乌克兰军方已经注意到了。除了这次袭击基辅外，俄罗斯基本已经停止使用高精度武器，如 KH-101、伊斯坎德尔型导弹等。英国国防部在其最新情报更新中也佐证了俄罗斯军队现代武器供应不足，正面临高精度导弹短缺的问题。俄罗斯对精密导弹的使用正在实行定量配给，可见俄军导弹库存正在减少。西方的制裁也削弱了其生产更多武器的能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在9月23日的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视察了俄罗斯信号旗国家机械制造设计局，并与国防部和工业领域的代表召开会议，讨论了国防采购订单的履行进程，扩大向俄军部队供应的武器装备等问题。此类种种都反映出俄军库存已空的事实。所以乌克兰只要挺过俄军这波攻击，未来的胜利不出意外就是属于乌克兰人民的。克什大桥被炸毁和基辅遭受袭击都已经反映出俄乌战争又再次升级，只不过俄军做得很绝，除了袭击基辅外，俄军还袭击了扎波罗热，一夜之间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看样子泽连斯基和普京都已经极度愤怒了，乌方还算有理智，只是拆毁非法建筑，而俄方就有点不管不顾的意思了，造成了大量无辜民众的伤亡。比如此次的扎波罗热袭击，就有40多人在爆炸中受伤死亡，爆炸损坏了50座高层建筑、4个教育机构和20个其他私营部门的建筑等。另外，扎波罗热城外是有欧洲最大核电站的，核电站的炮火更是让人倒吸一口气。俄军在战争初期占领该核电站后，其对乌军的威慑力甚至要超过了其拥有的核武器。在过去1个多月里，扎波罗热核电站不断传来炮火，俄罗斯指责是乌克兰干的，乌克兰反击是俄罗斯贼喊捉贼，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以至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警告说，如果这样的冲突继续，扎波罗热核电站有成为新切尔诺贝利的危险。现在整个俄乌战争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战事升级已经是必然，但如果按照现在趋势发展，今年年底或许会有一个答案。最后，双方也要注意核战的风险。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指出，克什大桥的爆炸是俄罗斯的最新挫折，它提高了核攻击的潜在威胁。在上个月乌克兰取得一系列成果后，普京发表了高调的讲话，动员了数十万名预备役军人，并警告说，我们肯定会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所有手段来保卫俄罗斯，并补充说，这不是虚张声势。而从目前的俄军动员20万炮灰、加大远程导弹生产来看，俄军确实在积极的备战，不想既丢面子又丢里子。而俄军是否会动用核武器，就看俄罗斯是否愿意接受战争失败的现实了。
好了，关于刻池大桥被炸产生的种种影响，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